Hello， 大家好，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同一张工作表里面呢快速进行分页处理。好，我们开启范例之后呢，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我们要依照哪一个栏位去做分页的处理。如果是要依照业务员去做分页，那这个时候我们游标可以点在业务员姓名这个地方，再按下递增排序。那这个递增递减排序的工具呢，可以在旁边这个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的箭头里面，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的这个递增递减的工具有没有启用，有打勾就代表已经秀在萤幕上面了。好，我们确认排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分页的设定。在页面配置，也就是版面配置底下，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分页符号，然后这里有个功能叫做插入分页。这个分页呢，它会从你游标所在处的上方跟左边进行分页，所以我现在游标放在 A8 的位置，那我按下分页符号之后，它会在我游标的上面去做这个分页，所以刚好是第二个人的这一笔资料的 A 栏这个地方。好，那像如果要再针对第二个业务员进行分页的话，我们就必须点在向大鹏这笔记录的 A 栏这个位置，也就是 A10 这个地方，然后再去进行这个分页的处理。分页符号底下的插入分页，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插入分页之后有一条比较这个实心的这条线，这条线呢就代表说这个分页是由我们手动去做插入分页的。那旁边你会看到这个虚线，这个虚线呢代表系统它自动判断出我们的纸张最右边只能印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毛利是没有办法印在同一页底下的。那我们预览列印来查看一下。好，点了预览列印之后呢，右下角这个地方有个缩放页面，你可以点按它一下。好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毛利确实就没有进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处理方式可以把纸张改为横向的，或者是说我们栏位可以稍微再窄一点点。那这里栏宽其实都还够，所以我会建议我们把栏宽稍微设窄一点。所以从左边这个箭头点按回来，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哪些栏位是可以再稍微缩一点的。像我 A 到 C 栏的栏宽可以稍微再窄一点点。好，然后呢，这几个 E、F、G 的栏位可以稍微再窄一点点。好，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虚线已经包含了这一个毛利。好，那我们再预览列印看看。好，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毛利它其实就已经可以印进来了。好，第一位业务可以印在第一页上面，然后再下一个业务。好，然后之后就是我们还没有进行分页的。那因为业务员这么多呢，所以你如果要每一个都这样独立一个一个去做分页的话，其实是很花时间的。那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分页呢，如果不要了，游标点在我们当初设定的位置，然后分页符号底下去做移除分页，就可以把刚刚的分页线给取消。那如果你的分页线太多的话，你要全部取消，就可以用这个重设所有分页线，就可以移除所有你所做过的分页。好，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要分页的这个资料非常的多的话呢，我就不建议你一个一个去做分页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技巧，我们可以透过资料底下有一个大纲区域里面的小记，那点这个小记进来之后呢，小记其实也可以帮我们做到分页的设定。那第一个分组小记栏位这个地方呢，就是你想要分页的这个栏位，所以我刚刚说我要依照业务员姓名去做分页，那所以分组小记栏位就要选择业务员。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因为我今天只是要分页而已啊，并没有做任何的计算，那所以没有关系，这里我们就先随便选一个加总函数，然后栏位呢你也可以随便勾一个。那如果之后你觉得说这些你都真的没有要做计算，你觉得留这一个运算的这个结果是你不想要的，那没关系，都可以再删除。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业绩目标达成业绩跟毛利都勾了，那最后这个每组资料分页呢，就可以让你做到快速分页的设定，所以我们最主要是要依赖这个功能进行每组资料的分页。 OK 之后我们再按下确定。好，那我们再预览看看。好，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马上已经分了20页了，然后下一页，所以每一页呢它就可以帮你依照这个业务员去做这个分页。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呢，当我们做过小记之后呢，左边会有这个阶层，第3阶是全部显示，那第2阶呢只呈现合计的部分，那第1阶就是总计。好，那现在我们要到第2阶这个地方，进来之后呢，这些合计我们都不要了，那我就把它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之后，如果你直接把这个合记的部分呢直接删除掉，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记录全部都被你删光了。好，所以不能够这么霸气的给它删掉。那我们还原一下。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抓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合记列就好了，其他隐藏在背后的记录都不能被删除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常用底下，然后可以找到这个选取。那选取里面有个特殊目标，那特殊目标底下要选择是这个可见储存格。好了之后你按下确定，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的选取范围中间好像多了一个这个线耶，那这个就代表说目前我只有选到我眼睛看到的。我们透过这个选取底下的特殊目标去找到这个可见储存格，其实这个动作还是有点多，所以通常我就把这个可见储存格的按钮呢把它独立出来，在这个地方我只要点按它一下，然后这边你就会发现它就跟刚刚我们选取的方式是一样的。那这个工具怎么把它叫出来呢？一样在这个我们的自定存取工具列里面，然后进来之后呢，在其他命令左边这个分类这个地方我们要挑选，就是不在功能区的命令。好，然后进来之后呢，再往下找，我们找到选字的笔画比较多，好，所以这里选字，然后慢慢的往上再找一下。同学有没有找到？好，在这里。好，选取可见储存格，就找到它之后，你就把它按新增，然后让它呈现到右边这个视窗就可以了。好，那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确定出来，那我就按下了这个选取可见储存格，按下去之后呢，我在右键，然后做删除。那这时候删除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第三阶，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合记列真的不见了，而且它不会动到我们原始的记录。那当我们把合记删掉之后呢，左边这个大纲阶层就没有意义啦，因为你也不需要再呈现小记，就是合记或总合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到资料底下，然后的大纲，然后找到这个取消群组底下做清除大纲。清除之后呢，我们再预览一下。好，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是很干净的记录了。那同学们发现还缺少什么？标题列，对不对？那如果能够再放上页码，其实可能会更好。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到页面配置底下，然后点按列印标题，然后游标呢放在标题列，这里有个工作表标签，然后游标放在标题列这里。那我们再选取列号1的范围。好了之后呢，再到页首页尾，然后针对页尾这个地方设定页码。好，然后按下确定。好啦，我们再预览看看咯。好，所以标题也有了，然后这个页码也都有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快速利用小记进行分页的技巧。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拜拜。